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位优秀的毕业于东京医科牙科大学的名医森下真纪，将为大家解释为什么世界一流的人都非常重视牙齿健康。作者在东京医科牙科大学取得了最高成绩，毕业后前往英国一所牙科大学深造，最终成为一名女性牙科博士。本书的内容具有极高的说服力，我也从中学到了许多之前不了解的知识。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牙齿更加美丽，增强自信，或者正在困扰于牙病或口臭等问题，这本书无疑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即使你以前从未关心过牙齿健康的人，也会发现本书的内容极具价值，特别是有孩子的家长们。本书强调了孩子龋齿和牙齿排列的问题与父母的责任有关，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您能了解本书的内容。首先，作者指出了日本和欧美在牙齿保健认知方面的差异。他指出，日本在对待牙齿保健的观念上有所滞后，而欧美一流人士则从小就开始注重牙齿健康，不惜投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护理。虽然日本对牙齿意识的重视逐渐增强，但与欧美相比仍有不足之处。重视牙齿健康所带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好处，远比想象中的要大。作者对于日本人在牙齿保健意识上的滞后感到担忧，因此怀着强烈的愿望，希望改变这一现状。大家是否也有牙齿保健方面的困扰呢？比如因为牙齿不齐而不敢开口说话，或者因口臭而感到自卑，担心被周围人嫌弃而不敢面对他人等等。本书涵盖了这些牙齿保健方面的各种问题，并纠正了一些关于牙齿保健的误解，提供了基于科学数据和医学论文的牙齿健康知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保护牙齿健康。作者指出，相较于欧美，日本人对于保持牙齿健康和美观的意识明显较低。近年来，已经明确了牙周病对糖尿病、心脏疾病、中风、癌症等全身健康的影响。换句话说，牙齿疾病可能威胁到身体整体的健康。为了保持整体健康，牙齿也必须保持健康。此外，研究已经发现，牙齿健康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在本书中，作者提到，通过保持牙齿健康和美观，可以改善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立即通过保持牙齿健康来改善生活吧。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解释牙齿的美丽象征一切的观点；其次，说明牙齿对寿命的影响；最后，介绍保护牙齿健康的必要措施。让我们从牙齿的美丽象征一切开始解释吧。在西方国家，牙齿象征着教养、家教、品格、清洁感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等。在西方社会，个人的外表常常被用来评价。牙齿不整齐被视为贫困的象征，特别是在更加注重外表美观的美国等西方国家，牙齿不整齐被认为是贫困的标志，并且会受到极度负面的评价。在讽刺漫画中，当描绘贫困人士时，通常会夸大其牙齿不整齐的程度。听到这些，你可能会说，外表不应该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理解这种想法，但实际上，这反映了日本落后的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西方社会经常通过牙齿来评判一个人。在商业界和社交圈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例如，本书中介绍了日本航空公司国际头等舱发生的真实事件，就能看出这一点。提到头等舱，就会让人联想到成功的商业人士等一流人士会使用的服务，对吧？然而，有一位空中乘务员尽管服务周到，却被客人这样拒绝了：“很抱歉，我不想接受你的服务，因为我想换一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感到惊讶，询问客人哪里做得不好。客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空中乘务员的牙齿不好，所以不想接受他的服务。在日本可能会觉得这种说法有些不可思议，但在美国，这位发表上述言论的客人是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的言论被认为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想要在商界取得成功，首先需要培养知识和技能，
但更重要的是要注意自己的外表，这已经成为精英所必备的最基本条件。当然，仅凭牙齿就评价一个人并不全面，内在品质比外表更重要，这一观念并未被否定。在全球化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先通过外表判断一个人，而不是了解他们的内在。这种观念导致甚至连交流的机会都被拒绝，从而造成了机会损失。在这样的价值观下，事情就这样发展着。大家是否知道这个情况呢？最近日本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工资也没有增加，因此掌握能在海外通用的编程等技能，成为全球化人才变得非常重要。商业书籍经常提到这一点，但在全球化社会中，首先要保持口腔卫生，才能谈其他事情。这对我也是非常有启发的。口腔卫生甚至会影响就业机会。据作者在留学时接触的人所说，为了就业面试，他们进行了牙齿矫正。他们说，面试时，整齐的牙齿能展现出我的魅力。如果牙齿不整齐，就连自信的微笑也会变得陌生。而且，那个人并不是模特或者播音员这种外表很重要的职业，而是希望进入金融机构工作。他说，他不想因为牙齿问题而失去就业机会，这是他绝对要避免的。牙齿竟然能左右就业面试结果，这对日本人来说可能是个惊讶吧。在西方，长久以来，牙齿的整洁被视为财富、良好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无论穿戴多么高级的手表、西装和靴子，如果牙齿不整齐，就会被认为信用不足。即使再优秀，牙齿不整齐也会被贴上家教不好或社会地位低的标签。牙齿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阶层和教育水平，这是普遍的看法。因此，在就业面试中，首先会注意牙齿。牙齿会反映一个人的背景，不需要进行考试或调查，一开口就能看出来。因此，欧美人非常注重保持牙齿的美观。正如所说，口腔卫生决定信誉。实际上，在日本，曾经有位成功人士强调了牙齿在商务中的重要性，并留下了这一经典名言。这位成功人士就是本田创始人。据说本田先生告诫后辈们，如果想要走向世界，就必须在成为公司总裁后，先修正牙齿。据说本田先生也非常重视这一点。或许正是因为本田先生在国际舞台上奋斗过，所以他意识到与欧美人进行商务谈判时，牙齿护理的重要性。要想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商业成功，就必须接受国际标准的价值观。在欧美，为了在商业领域获得成功，或在私人关系中保持良好，需要展示整齐美观的牙齿和迷人的笑容，这被视为必备条件。人们在评估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是否适合建立关系时，会考虑诸多因素，如穿着、言谈内容、态度等。但更为重要的是牙齿。在欧美，牙齿不整齐的人很难获得信任和商业机会，这是普遍认可的。而且，牙齿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商务领域，也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作者提到的那些在欧美工作过或有综合经验的人，以及意识高的日本人之间共同点在于，在与他们沟通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都表现出了不拖延问题、积极主动解决的行动力。无论是多么细小的问题，他们都会积极采取行动，避免对生活产生负面影响。有趣的是，他们普遍表示，自从开始关注口腔健康后，他们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外观上的变化，还有内在方面的变化也会传达给周围的人，因此他们的性格也会被认为发生了变化。的确，随着牙齿变得更加美丽，笑容也会增加，这是所有患者的共同体验。拥有美丽的牙齿会让人更愿意展现开怀的笑容，笑容也会更加美丽动人，同时也会带来自信和更加充满活力的内在变化，并且个人的自信也会得到提升。美丽笑容所带来的效果远远超出想象，不仅对我们的健康生活有积极影响，也对工作表现产生正面影响。作者表示，
从未见过牙齿整洁但穿着西装邋遢的人。关注牙齿健康可以改变生活方式，带来积极转变。现在开始关注口腔健康并不会太迟。并非欧美人天生就有整洁的牙齿和美丽笑容，这都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们获得美丽和自信的契机。接下来，我们将解释牙齿如何影响寿命。前面我们重点介绍了牙齿外观上的重要性，但这并非牙齿重要性的全部。除了外观外，牙齿对健康也至关重要。最新科学研究表明，牙齿对全身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健康的牙齿是成功之路的关键，也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它是全身健康的基石，这也是欧美精英阶层高度重视口腔健康的另一个原因。作者指出，尽管日本人在关注全身健康方面做得很好，但似乎对口腔健康却漠不关心。他形容这种情况就像医学上存在着一道厚厚的界限，将医学和口腔医学分开，好像口腔被从整个身体中剥离出去一样。这种现象确实有些奇怪，需要我们仔细思考。口腔健康本应是医学的一部分，口腔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摄取身体所需营养的入口。如果口腔不健康，自然也会影响到整体身体健康。近年来的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牙周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疾病有关。换句话说，保持口腔健康有助于降低全身疾病的风险，也有助于控制家庭医疗支出。根据2012年的分析报告，在接受定期口腔检查的企业中，医疗支出在15年内最多减少了23%。相反的，在不定期检查口腔的企业中，医疗支出增加了24%。定期口腔检查有助于保持和提高全身健康，并最终减少总体医疗支出。此外，通过刷牙可以预防肺炎，这是因为口腔中的细菌通过唾液进入肺部并引起炎症。因此，良好的口腔环境管理对于预防老年肺炎非常有效。口腔内的细菌减少，也会减少肺部细菌数量，从而降低患肺炎的风险。只要保持口腔卫生，就能降低癌症手术后的死亡率，并有效预防流感。通常我们会采取口罩、漱口和洗手等措施来预防流感，这些方法当然很有效，但口腔护理同样对预防流感感染非常重要。但这一点并不为大众所熟知。健康的人很少患感冒，并非因为运气或遗传因素，而是因为他们养成了良好的自我管理和清洁卫生习惯。对于健康信息敏感的人可能已经了解到，近年的研究证实了牙周病与全身疾病之间的关联。这一信息正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癌症、关节炎、肾脏疾病、早产等疾病都与牙周病有着密切的关联。近年来，这一话题备受关注。一般来说，人们通常认为口腔疾病只是局限于口腔内部，但我们现在需要改变这种看法。实际上，牙周病应该被视为全身持续性炎症的一种疾病。简单来说，牙周病是由牙龈沟等口腔组织感染牙周病原菌作为起始因素。当这些细菌感染发生时，人体会自然产生炎症反应作为自我防御机制。牙龈肿胀和出血等牙周病症状实际上是人体对外来细菌的炎症性防御反应结果。这种炎症反应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问题。病变部位会产生多种炎症性物质，并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全身。据报道，严重牙周病患者与健康人群相比，全身血液中炎症性物质的含量较高。牙周病不仅仅局限于口腔内部，它通过激活免疫相关物质的炎症反应，这些物质通过血液传播到全身各处，造成负面影响。已经发现，牙周病与被称为万病之源的肥胖有关。被诊断为肥胖的人患牙周病的比例较高，也就是说，牙周病可能是肥胖的一个因素。牙周病被认为是导致严重疾病如心肌梗塞、脑中风等主要动脉硬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我们需要提高预防意识。根据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患有牙周病的人4年后患代谢综合征的可能性较高。尽管这个机制尚未明确确立，但预防肥胖和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正确的饮食习惯当然很关键，但口腔护理同样至关重要。接下来，我们将解释为了保护牙齿健康而绝对必须做的3件事。通过前面的讨论，大家对牙齿的重要性和重视程度可能已经有所改变。希望大家能更加重视牙齿健康。接下来的3点，我将逐一解释每个要点，包括正确的家庭护理、定期专业检查和清洁，以及消除口臭。让我们开始逐一解释吧。正确的口腔护理对于保持口腔健康至关重要。简单说就是每天要正确刷牙。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想问问你，刷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人可能会回答说是为了清除口腔中的食物残渣，但抱歉，那样的回答并不够准确。刷牙的真正目的是有效去除牙菌斑。很多人对此存在误解，他们误以为牙菌斑就是食物残渣。实际上，牙菌斑是细菌的聚集体。牙菌斑是食物残渣附着在牙齿表面后，细菌繁殖形成的薄膜。牙菌斑大约在进食后的8小时内形成。牙菌斑与食物残渣不同，不能简单通过漱口就轻易清除。若不及时清除，牙菌斑会逐渐增厚，并形成更密集的细菌群落，增加致病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彻底清除这些牙菌斑才是刷牙的真正目的。请记住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95%的日本人每天都会刷牙，而刷牙超过2次的人占77%。从这些数据看，可见日本人非常重视口腔卫生。尽管如此，约80%的日本成年人被诊断患有牙周病，明明刷牙了却得了牙周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就是说，虽然认为自己刷牙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彻底清除牙菌斑。这些数据说明，刷牙最重要的不是次数，而是彻底清除牙菌斑。牙周病菌喜欢聚集在空气不易触及的地方，即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和牙与牙之间的区域，成为它们的藏身之所。如果不清除这些部位的牙菌斑，刷牙就失去了意义。即使许多人认为自己刷得很好，实际上牙齿交界处和牙与牙之间仍可能残留看不见的牙菌斑。关键部位的牙菌斑没有被彻底清除，这就是许多日本人困扰于牙周病的原因之一。牙齿交界处和牙与牙之间的牙菌斑是预防牙周病最关键的地方，必须更加仔细的清洁。那么，如何清除这些部位的牙菌斑呢？首先，对于牙齿交界处的牙菌斑，最重要的是将牙刷毛的尖端紧贴牙齿与牙龈之间的空隙。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常识，但实际上做起来并不容易。养成看镜子的习惯非常重要，确保牙刷毛的尖端正对着应该清洁的方向，这一点非常关键。在刷牙时要经常使用镜子，随着习惯的形成，就可以不用镜子也能正确清洁牙齿。但最初阶段需要仔细确认牙刷毛的方向，这点非常重要。因此，请务必在刷牙时使用镜子确认。无论你刷牙花费多少时间，如果牙刷毛的尖端没有正确对准磨牙方向，就无法有效清除牙菌斑。在刷牙时，要确保牙刷毛正确对准牙龈与牙齿交界处，然后才能仔细的一根一根的刷牙。这是刷牙的基本功，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另外，即使你刷牙时使用镜子，也会发现仅仅依靠牙刷是无法彻底清除所有牙菌斑的，因为刷牙的效果只能达到一定程度。另一个需要特别注意清洁的地方是牙与牙之间的区域，这个地方光靠牙刷很难清洁到位。牙线或者牙尖刷等专门的牙尖清洁工具变得非常重要。牙刷单独的清洁能力只有约60%，而结合牙线或者牙尖刷的清洁方式，则可以达到约95%的清洁效果。
我们应该采取的策略只有一种，在为时已晚之前，每天至少进行一次彻底刷牙，并使用牙线或者牙间刷等工具清洁牙与牙之间的区域。接下来，让我们转向第二个必须做的事情，即定期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和洁牙服务。除了每天正确刷牙之外，定期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和洁牙服务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即使刷牙技巧再高超，也难免会有一些遗漏的地方。而如果病情有所恶化，定期就诊可以及早发现问题。牙周病是一种进展性疾病，因此发现越晚，失去牙齿的风险就越高。这与所有疾病一样，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至于就诊频率，每个季节春夏秋冬就诊一次，大约每3个月一次是一个参考标准。由于这种护理被视为预防性治疗，因此不符合日本现行的牙科医疗保险制度，也就是说，不被保险覆盖，需要自费治疗。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自费治疗会对钱包造成压力，但如果进行正确的计算，就会发现定期在牙科诊所接受护理更加划算。牙周病治疗包括口腔健康检查和洁牙服务。另一方面，如果失去一颗牙齿需要植牙，则平均价格约为40万日元到50万日元。而且一旦失去一颗牙齿，可能其他牙齿的情况也不太好。换句话说，如果不好好护理牙齿，最终需要接受植牙治疗，那么自费定期接受专业护理的费用会比努力保持牙齿健康时的费用要高得多。每个月我们都支付一定数额的医疗保险费用，我认为可以尝试将同样的理念应用于牙齿保健，就像为牙齿投保一样，或者可以将其视为定期储蓄，每月支付一定的保险费用，定期到牙科诊所接受护理。这是对自己保持美好牙齿的投资。虽然是定期的支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享受美味食物的能力是无价的礼物。无论多忙，无论花费多少钱，每年定期接受3到4次口腔健康检查是在漫长人生中必须做的投资。相信您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请记住，没有任何比你自己更好的替代品，这一点请务必铭记在心。接下来要讨论的第3件绝对需要做的事情是消除口臭问题。说实话，口臭是大多数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口臭会让周围的人对你产生反感，那些有口臭的人可能并不自知，却不经意地给周围的人带来困扰。更糟糕的是，根据国内外的调查显示，约有1/3的现代人有口臭问题。一旦被认为有口臭，改变别人的看法就变得很难。这样的印象会深深地刻在对方的记忆中，给人带来不愉快的感觉。更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一旦感受到的气味会变得更加敏感。如果口臭问题一直存在，将会失去在商务场合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机会。当然，在恋爱方面也是如此。不用说，这样的问题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利。外表自然很重要，但对气味也同样要格外留意。特别是日本人被认为是全球最为敏感的族群之一，尤其是女性比男性更加敏感。而且年轻人的嗅觉更加灵敏，年轻女性对气味尤为敏感。如果不想让年轻女性产生反感，那么就必须对自己的气味保持敏感。为了吸引迷人的女性，对自己的气味敏感至关重要。接下来，我将解释许多人对口臭问题存在误解的真正原因。你是否认为口臭的主要原因是胃肠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事实上，口臭的90%以上原因源自口腔内部。口臭是由口腔中产生的一种称为挥发性气体的化合物造成的，而口腔中的牙周病原菌正是口臭的主要原因。口臭的根本原因在于牙周病。牙周病原菌会分解口腔中残留的食物残渣、脱落的黏膜以及血球成分，产生令人不快的气体。因此，通过治疗牙周病，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口臭问题。预防口臭的关键在于，首先治疗和预防牙周病，
总结起来，降低口臭风险的关键在于：一、减少产生不快气体的牙周病原菌数量；二、消除牙周病原菌的食物残渣，即定期进行口腔清洁。关于口腔疾病方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正确的刷牙方法，以及定期接受专业检查和洁牙的重要性。至于食物残渣的清除，除了每餐后刷牙之外，别无他法。总之，正确的口腔护理对于保护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每日刷牙、定期接受专业洁牙服务以及解决口臭问题是必须做到的事项。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大家能更深入了解牙齿保健的重要性，并且更加珍惜自己的牙齿健康。如果有更多人开始重视口腔健康，我会感到非常高兴。虽然今天的内容有限，无法涵盖所有信息，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持健康的笑容和美好的牙齿吧。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